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咱们来聊聊龙眼。龙眼这种在7月迎来丰收的水果，以其鲜嫩多汁、甜而不腻的特点深受大家喜爱。它不仅味道好，还被誉为大补药，全身都是养生的宝贝。不过，龙眼虽好，却并非人人适宜。今天小蔬果就来给大家讲讲龙眼的好处，以及哪些人最好别吃龙眼。中医认为，龙眼性温味甘，具有补气血、健脾养胃、补虚益智的功效。特别是对于那些气虚虚弱的人来说，龙眼简直就是天然的补品。比如呼吸虚弱、精神乏力、四肢疲倦、少气无力、消瘦自汗、头晕目眩、眼睛干涩、面色苍白、脱发、头发干枯发黄等症状，都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气血是人体的根本，气血两虚会导致免疫力低下，容易引发多种疾病。而龙眼无论是泡水、沏茶、熬粥还是煮汤，都能提升食物的美味，同时还有养生保健的功效。龙眼富含 B 族维生素，尤其是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B6。维生素 B2 有助于将食物转化为能量，而维生素 B6 对于神经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，能够促进大脑功能的正常运转。因此，龙眼也被称为益智果，特别适合学生党和上班族，帮助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。龙眼富含维生素 C， 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，能够抵抗自由基，减缓衰老过程。每份龙眼大约能提供人体日常所需维生素 C 的 72%。维生素 C 对于皮肤弹性和免疫系统的健康非常有帮助。吃龙眼可以让皮肤保持水润，延缓皱纹的出现。龙眼中含有大量的葡萄糖和蔗糖，这些糖分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。如果你患有贫血或者体质较弱，吃龙眼可以快速补充能量，还能安抚心神，帮助改善失眠症状。睡前吃几颗龙眼，说不定就能睡个好觉。很多人觉得龙眼只要不过量食用就不会有问题，但事实上，龙眼含有高浓度的果糖和挥发油，这些成分容易引起血糖波动，刺激神经系统。美国杜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每日摄入超过50克果糖，空腹血糖平均会升高 5%， 胰岛素抵抗指数上升 12%， 而一小碗龙眼的果糖含量就接近30克。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这无疑是颗定时炸弹。果糖在肝脏代谢不需要胰岛素，但会提高肝有三酯，促进脂肪生成，可能引起胰岛素抵抗加剧。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试验也显示，连续4周每日额外摄入50克果糖，受试者胰岛素敏感性下降 11%， 空腹甘油三酯上升约 18%。如果糖尿病人群对果糖摄入不加控制，极易打破血糖平衡，进而影响心血管和神经微循环。龙眼所含的挥发油对胃肠道黏膜具有刺激性，会暂时抑制胃动力，改变消化节律。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研究发现，进食100克龙眼后2小时内，功能性胃痛患者的胃排空延迟时间比未摄入时延长了 22%， 症状包括腹胀、打嗝和轻度反酸。对于患有胃食管反流病或肠易激综合征的人来说，这种副作用足以引发不适。因此，这类人群若想尝试吃龙眼，需谨慎控制量，
建议一次不超过30克，并避免空腹或紧接着正餐食用。特别是铜铁平衡失调的个体，龙眼富含铜，且会引发肠道对铜吸收增强。当体内铜铁比例失衡，如铜含量升高，铁含量相对减少时，可能会形成氧化应激反应，影响血管内皮功能。澳洲昆士兰大学的研究指出，龙眼频繁摄入会使人体内铜含量平均提高 8% 到 18%， 尿中氧化应激标志物 MBA 上升 16%， 氧自由基清除能力下降约 9%。 这意味着龙眼虽有补益作用，但可能会对氧化状态敏感者造成压力，不适合大量食用。这部分群体需要格外关注。波士顿哈佛大学心血管研究中心的7年追踪调查显示，每日果糖摄入超过50克的群体，其体内内皮功能评估下降率高于对照组 25%， 表明血管舒张弹性下降，潜在心脏事件风险增加。而龙眼果糖含量高，吃多了不仅不能滋补，反而是在给身体加压，长期作用可能会影响血压与动脉硬化进程。既然以上人群有风险，但也不意味着完全不能吃龙眼。关键是要有智慧的搭配和控制量。可以将龙眼与含高纤维食物或者蛋白质的食物搭配，比如希腊酸奶、芝士、全麦面包等，每次吃10克左右，能有效减缓吸收进度，减少血糖峰值。另外，饭后摄入少量龙眼，比空腹时对胰岛素波动更平和，需要避开饭前和睡前摄入，将其设定为2餐之间的轻量补血的点心，控制在不超过20到30克。所有想通过龙眼补身体的人都应该意识到，营养补充不是越补越好，而是要个体化匹配。龙眼在人群中表现从补到不补，完全取决于身体状态与代谢逻辑，而不是流行的观念。很多人过度依赖滋补食品，却忽视了它可能触发的微小机制失衡，最终导致长远伤害。按照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》，每天健康成年人吃水果的量为200到350克。对于龙眼这种糖含量相对较高的水果，如果是新鲜的龙眼，建议每天不超过20颗；如果是桂圆干，则每天吃5到10颗左右即可，以免食用过多给身体带来负担。朋友们，龙眼虽好，但并非人人适宜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，希望本期视频能给您带来帮助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别忘了关注我，我是小蔬果，我们下期见。